1991年，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在随后的30年，日本的经济增速从80年代的4.3%下降到了1.05%，真实房价接近腰斩，股市的平均增长率仅为负的2.2%。尽管日本政府和央行不断出台各种刺激政策，甚至在1999年实行零利率，随后又在2016年将利率进一步降低到负值，但始终无法让日本经济恢复到以前的活力。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日本的人口危机。1995年起，日本的工作人口开始下降，与之伴随的是老龄化的急剧提升。在失去的30年里，日本的老年人口比例也从12.4%上升到了29.6%，排名世界第2。庞大的老年人口逐渐耗尽了日本经济的活力。然而，如今同在东亚的中国和韩国已经注定会面临比日本更严重的人口危机。韩国国家统计局预测，到2040年，全国将有近35%的人口为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7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几乎达到总人口的一半。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今年6月份已经宣布，人口问题为国家危机。那么在未来的中韩两国是否会步日本的后尘？这又是否会意味着东亚的衰落呢？本期视频将分成3个部分：第一，介绍一点人口相关的经济学知识；第二，中日韩东亚3国的人口危机到底有多严重；第三，人口危机会带来什么影响？首先是第一部分，一个国家的人口是决定它经济总量的关键因素。当前世界人口排名前3的国家，也几乎是经济总量排名前3的国家。虽然印度稍微有点落后，但按照它的增长速度，冲到前3也用不了多久。根据道格拉斯生产模型，一个国家的生产总额由劳动人口、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决定。比如在一家面包店里，人口就相当于有多少位面包师，资本存量就相当于有多少烤箱，而全要素生产率就相当于面包师制作面包的效率。面包师和烤箱越多，制作面包的效率越高，生产的面包自然也就越多。而且人口作为决定一个国家生产总额的3大要素之一，不仅本身能直接影响经济总产出，还能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来间接影响经济。比如人口越多就越容易分工，而分工可以极大的增加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国家里，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往往更高的原因之一。说到这里可能有的人会疑问，那为什么一些人口大国，比如当今人口总量世界第1的印度，2023年的人均 GDP 只有大概$2500，而很多人口小国，比如挪威和瑞士，人均 GDP 却高达$10万。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制度和资源等等，而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城市，这些因素的差异也就非常小了。刚刚说的是人口总量，或者准确一点，劳动人口总量对经济增长很重要，但反过来，劳动人口的萎缩却并不是最让人担心的人口问题。最让人担心的事情是劳动人口萎缩的同时，老年人口在不断上升，也就是现在很多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于人口的概念——人口结构。如果劳动人口萎缩的同时，老龄人口萎缩得更快，也就是老龄人口的比例在降低，这不仅不用担心，可能还是件好事情。虽然经济增速还是会放缓，但人均收入可能会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增加。为了方便理解，我们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模型举个例子。假设国家 A 和国家 B 都只有10个人，而且这2个国家每个劳动者的工作产出都是一样的。国家 A 正处在人口红利期，有2个孩子、6个工作人口和2个老人。国家 B 呢，正处于严重的老龄化社会，有1个孩子、4个工作人口和5个老人。虽然2个国家的人口一样，但国家 A 的工作人口比国家 B 多50%，也就意味着国家 A 的人比国家 B 的人每年可以多生产和消费50%的商品和服务。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例子，很多因素并没有考虑在内，但是它足以说明人口结构会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说完了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分别会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日韩东亚3国的人口危机到底有多严重。首先来看工作人口，在这里我用美国和欧洲作为参照来看一下中日韩的情况。
这张图的5个国家可以分为3组。第一组是日本，在1995年工作人口就开始降低，而且在随后的30年里，直到今天，工作人口一直在不断的下降。第二组是中国和韩国，这2个国家的工作人口在最近几年开始降低。第3组是美国和欧洲，虽然工作人口的增速不断放缓，但始终在不断的增加。可以看出，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和韩国已经提前走上了日本的老路。对于不同的国家，除了工作人口萎缩开始的时间不同，萎缩的速度和程度也会有所不同，这些都是由生育率决定的。在国际上，通常把15到64岁的人定义为工作人口，也就是说，现在有多少工作人口，取决于15到64年前生了多少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的生育率就开始了暴跌，这解释了为什么日本那么早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出3年大饥荒和计划生育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然而，最值得关注的还是近几年中国和韩国生育率的暴跌。2023年，韩国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甚至其官方预测显示，2024年韩国生育率会从 0.72 进一步大幅下降到 0.68。而中国2023年的生育率也远远低于日本生育率最低的时期。然而，想要维持人口稳定，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必须达到 2.1 才行。超低的生育率会导致未来的中国和韩国的老龄化程度甚至超过日本。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预测报告，中国的老年人口占比会在2061年超过日本，而韩国的老年人口占比在2045年就会超过日本。到207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中国将占总人口的 40%， 在韩国则为 46.6%， 而日本只有 36.8%。通常这个比例超过 7% 就会被称为老龄化社会。2070年的中国是这个比例的 5.7 倍，韩国是 6.7 倍。届时，中韩两国可能会成为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2个国家。从当初的日本到现在的中韩，都遭受了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的人口危机。巧合的是，这3个国家都在东亚，也都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3个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的国家都同时拒绝繁衍后代呢？首先来看一份关于韩国人为什么不生孩子的调查报告，有 34.9% 的人选择了对收入没有安全感，排名第1。排名第2的是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第3是追求个人的生活，第4是高房价，第5是担心职业会被影响。表面看上去，排名前5的原因，其中有4个都是跟经济压力相关，就有1个是文化因素。但我始终觉得，经济因素无法解释这3个在地理和文化上如此相近的国家，为何都面临着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为严重的人口危机。比如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虽然韩国和中国是全世界抚养孩子成本最高的2个地方，将一个孩子养育到18岁的花费分别是人均 GDP 的 7.8 倍和 6.3 倍，但日本的养育成本只有 4.26 倍，仅仅略高于美国。再比如高房价，虽然中国是全世界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但韩国的房价收入比只是比全世界平均水平偏高而已，而日本则只有中等水平。与之相对的是，菲律宾和越南的房价收入比都要高于韩国，但却并未出现严重的生育率问题。因此，我决定做进一步的研究，去探寻中日韩这3个东亚国家人口危机的背后更深入的原因。当我搜索东亚和低生育率这2个关键词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了文化因素，但始终没有找到可以合理解释中日韩人口危机的理论。直到我发现了这篇有1880个引用的文章，作者将女性权利分为家庭中的权利和社会中的权利。随着女性在家庭中权利的提升，她们在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这个问题有了话语权，这是导致生育率在2战后逐渐下滑到2的主要原因。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在社会中的权利得到迅速提升，更多的女性加入了职场，接受了高等教育。同时，因为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利提升得非常缓慢，虽然有了是否生孩子的话语权，但往往仍然还要在家务和抚养孩子等家庭工作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他们会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是选择追求自己的事业，还是选择抚养孩子、照顾家庭。这使得生育率从2进一步下滑到了人口危机的水平。
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中日韩三个国家为什么会出现更为严重的人口危机。首先，这三个东亚国家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完成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权力的提升。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高等教育和自己的事业，她们在是否生孩子和生几个孩子上也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其次，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中日韩的女性在家庭工作中普遍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对这三个国家的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有着很深的影响。在易传中就有父尊母卑的说法。第三，较高的经济压力和卷的工作文化让大部分的女性在事业和生育的权衡中更加倾向于事业，也更加担心在生育后无法顺利地回归职场。面对严重的人口问题，中日韩三国也推出了各种刺激生育的政策，比如中国放开计划生育，实施2胎、3胎政策，韩国则不断增加育儿津贴和延长新生儿父母的带薪产假。但如果不解决根源问题，女性在生完孩子后还要面临大量的家庭和育儿工作，还是要面临事业上的严重打击，还是要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那这些政策也只会像过去一样收效甚微，无法阻止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部分，如此严重的人口危机会将中日韩三个亚洲强国带向哪里？首先来看日本，因为日本早早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迅速恶化。在日本发生的事情，未来很可能会在中国和韩国发生。1995年，日本劳动人口开始下降，与之相伴的就是经济的缓慢增长。同时，需求不足导致通缩开始出现，经济也失去活力，储蓄和投资不断下滑。为了应对养老金和医疗支出的不断增加，政府债务快速增长，并不断创下新高。这就是日本失去的30年里经济的表现。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一蹶不振。自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的真实房价连续下跌了20年，至今都没有回到1990年的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口下降带来的房屋过剩。根据 CNN 的报道，如今日本空置房屋已经高达900万套，股市也连续下跌了近15年。再来看现在的韩国，随着人口问题的恶化，在最近几年，不仅经济增速不断放缓，储蓄和投资不断下降，通胀水平也明显低于过去，正在走向日本的老路。中国呢也类似，自次贷危机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投资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从去年开始，消费者价格指数也不断下降。去年最后几个月甚至出现了通缩，这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反应。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身处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从2020年到2023年，新房开工面积下跌了58%，新房销售面积下跌了36%。面对人口危机，房地产市场真正的止跌回稳可能遥遥无期。除了工作人口萎缩带来的经济放缓，老龄化还会给国家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过去40年，日本在养老和医疗方面的政府支出不断上升，尤其是医疗领域。2020年，医疗的公共支出已经占 GDP 的 10.44%。很多现代制度，比如医疗方面的高福利，其实是根据上个世纪中期的人口结构去设计的，并没有考虑到人口出生率会在最近几十年出现锐减，而且也很难改革。因为这些问题越严重的国家，就意味着老龄化越严重，老年人口手里的选票就相对越多，所以照顾老年人口的利益，可能就是未来拿选票的密码。面对似乎不可阻挡的人口危机，中国和韩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财政上，都会面临比过去的日本更为严峻的挑战。失去30年，对这两个国家而言，似乎更像是一种祝福，而非诅咒。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点赞加评论，谢谢大家，拜拜。